所以呢，中国必须继续对澳大利亚进行敲打，想当美国的打手就必须付出代价。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铁矿石呢准备用人民币结算，防长又与美国商量如何对付中国，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呢？最近几天有一条新闻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注意，澳大利亚澳洲矿业巨头必和必拓第一船用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在中国山东的日照港靠泊，这标志着这个公司正式启动在中国港口的铁矿石人民币的现货贸易。此后将会保持铁矿石美元销售和港口人民币现货结算并行。虽然目前在必和必拓对华铁矿石出口总额中用人民币结算的部分还非常小，但是媒体敏锐地感觉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表明澳大利亚认同中国增加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政策，这可能是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举措。上一任澳大利亚政府在总理莫里森和国防部长达顿等人的主持下完全倒向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奉行彻底反华的政策，冲在前面甘当美国的打手。在经济领域他们将中国通信企业首先排除出澳大利亚的 5G 市场，跟随着美国制裁中国的新疆企业，在中国企业租赁达尔文港的项目上出尔反尔。当然了，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中国的回报，中国停止进口了多项澳大利亚的产品，这一下又刺激了他们上蹿下跳，指责中国不讲规则。在莫里森当政的最后2年中澳在外交层面上基本上是停止了接触。今年5月上台的澳大利亚新政府，在新总理阿尔巴内塞的带领下，似乎对华关系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善意。铁矿石部分采用人民币结算就算是一个标志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峰会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国防部长有了破冰接触。不久前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还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中澳关系似乎有了点回暖的迹象。但是我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千万不要被澳大利亚政府的表现迷惑了。现任澳大利亚政府对华存在着2张脸，一张脸是想要恢复对华经贸，在小的地方示好，但是在对华经济政策上没有任何改变，排除中国 5G 通信设备还是继续排除。另一张则是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充当美国打手的脸。在短短2个月中，他们就充分地展示了这一张脸的丑恶。前几天澳大利亚新任的国防部长马尔斯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闭门会谈中6次提到中国，甚至双方达成的战略文件也声称中国给美澳带来了重大挑战。马尔斯还呼吁美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合力遏制中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也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放狠话，要求中国接受教训。对于中澳外长会晤以后中方提出的4点要求他也表示拒绝回应。澳大利亚政府的这2张脸，哪一张才是真的呢？答案是都是真的。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没有做出本质的改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RCEP 的国家，因此借助于这2张脸，澳大利亚想要维持政冷经热的局面，一方面大量向中国出口，继续挣中国的钱；另一方面继续跟着美国反华，他们就是要吃中国的饭，还要砸中国的锅。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好处都是他们的，中国的损失根本无关紧要。对澳大利亚的这种两面派的态度，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反制还得看铁矿石。大家都知道，作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钢铁产量和消耗量都占世界1半左右，因此对铁矿石的需求也是世界最大的。澳大利亚正好拥有世界第1的铁矿石的储备量和开采量，因此长期以来，在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额中，铁矿石的占比一直是70%以上。中国在过去几年对澳大利亚的红酒、龙虾这些产品减少或者是停止购买，其实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不大。但是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澳大利亚才有铁矿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2019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87%都出口到了中国，事实上是等于产多少中国要多少。2022年的5月，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只有40%出口到了中国。事实上，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执行了制裁，依赖度大幅缩小。在过去3年里中国对铁矿石进口方向的调整
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澳大利亚。这一次必或必拓采用人民币的交易，其实呢是迫不得已，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接受中国的安排，所以呢，中国必须继续对澳大利亚进行敲打，想当美国的打手就必须付出代价。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